所以苹果手机已经卖不好，然后还要赔三星钱，到底是怎样？OK， 好，我们回到今天的快报。那今天我们就来比较集中在 Mac 上面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会先讲到末代 Intel iMac 的规格流出来，然后 MacBook Air 即将消失是为什么？国分析师说了什么？再来就是 iPhone 销售量下滑，然后导致苹果欠三星10亿美金。再来就是新的 iPad Air 的规格配备，然后还有新的 iPad Mini 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好，我们就先来讲末代 Intel 的 iMac， 这样的规格在 Geekbench 上面流出来。那它上面 CPU 的配置是10核心的，然后是 i9， 然后 Dash 10910，然后是3.6 GHz。那为什么会知道说这个应该就是末代的 iMac？ 因为它所搭配的 GPU 是 AMD 一个目前没有在市面上也没有发表的，上面显示的 GPU 就是 Radeon Pro 5300，然后这个 GPU 的记忆体是4个 GB， 所以以这个规格看起来，这应该算是比较偏低阶的 iMac。如果这一款末代的 Intel iMac 会出来的话，应该还会有更多的选项，不管是在 CPU 还有 GPU 也让你选更高的配备。然后如果你去看目前在 Apple Store， 不管是在台湾或美国，27寸的那一款那比较低阶的2个版本，它的出货的时间是2到3个礼拜，那这个听起来好像还好。可是最高阶的版本，它出货是8到9个礼拜，所以要等到9月中才会出货。先前有这样的现象出来的时候，就代表他们有新产品要发表。这边如果讲到9月中的话，那应该就是在那之前，或是接近那个时间，那会有新的 iMac。这个我们应该很可以确定，就是最后一代的 Intel CPU 的 iMac。那再就是 MacBook Air 还有 Pro 13寸。郭分析师的讲法是说，在今年底会有2个不同的版本出来，会有 Air 跟 Pro。所以2个都是13寸的，然后当然就是CPU 等级的差别。然后14寸以他的讲法还是一个存在的产品，但是要等到明年才会出来。可是有另外一个 Twitter 的爆料者讲的方法是 MacBook Air 这个产品 Air 的名称将会不会再有 Pro 的话13寸也不会再有 Pro， 那它会结合 Air 跟 Pro 2个产品，直接一个苹果自家设计的 CPU 的 MacBook， 那以后就直接就叫 MacBook， 就没有 Air 或 Pro。那他这样讲的原因是说，那今年底还是会有2个规格，他认为这2个型号是一样的，那只是说因为里面的配备 CPU 的等级不同，所以会有2个型号。除了这个型号流言流出来之后，还有一个听起来算是比较好的消息，可是我不太确定这有没有可能。那他们是说价格基本上会比现在的 Air 还要低，因为它使用的苹果自家设计的晶片，那它的成本基本上也降低很多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完全反映在它的售价上面很难讲，因为其实 iPad Pro 也不便宜，它的价格也是基本上就是接近 Air 的价格，所以并不觉得说真的完全换成自家的设计的 CPU 之后，代表它的价格会降低。好，那今天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来问，会不会有人愿意购买初代的 ARM 的 Mac， 就是苹果自家设计 CPU 的 Mac， 还是你们宁可买末代 Intel CPU 的 Mac？ 那所以希望看到你们大家的想法是什么。好，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 iPhone 销售量下滑，然后导致苹果必须付 9.5 亿美元给三星，这个是为什么？因为苹果跟三星购买 OLED 的萤幕，那当然就是用在他们的 iPhone 上面。在他们购买的时候，他们数量上有一个协议，就是说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出货量，他们在谈价格的时候一定是以一个比较大的量去谈，然后苹果把整体的价格压低。那以三星的角度就会讲说，那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量的话，那你事后要怎么补偿我？因为我现在给你一个那么低的价钱。苹果今年的 iPhone 出货量当然就是没有达到预期。大家可能会问说，不对啊，我看 iPhone 11还有去年的 XR 销售都是第1名。对，其实因为他们用的都是 LCD 的萤幕，那这边讲的就是 OLED 的萤幕，所以这边讲到就是 XS、XS Max、11 Pro、11 Pro Max， 所以这几支的销售量没有达到预期，所以导致苹果必须赔 9.5 亿美元给三星。觉得其实碰到这样的销售量下滑的原因，我觉得一方面疫情是一个很大的因素，那另一方面苹果在产品线的设计上面，我觉得11跟 XR 是一个非常好的定位，加上今年又出了 iPhone SE， 它又是配上 A13 的晶片，以这样的产品定位来讲，让大家觉得更没有必要去买到高阶的产品。苹果自己虽然钱很多但是要赔将近10亿美金，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。那我也相信苹果在其他的组件也有很类似的合约，譬如说可能跟 Intel， 所以我们这也可以看到说，苹果为什么在越来越多这些成本高的组件上，那会转为自家生产。自家生产的处理器是第一个，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先前听到的，就是苹果要自家生产自己的萤幕 Mini LED 还有 Micro LED， 相对就是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。所以每一年三星在行销上面狂打 iPhone， 能强调苹果的市场并不只是自家的手机会赚钱，原来还有另一个方式赚钱。开玩笑我相信如果本来出货量是有达到他们预期的量的话，会赚的会更多。好，那再我们讲 iPad Air 还有 iPad Mini。iPad Air 设计改版，萤幕会加大到10.8寸，但是整
整体的体积并不会增加，所以它就是把边框做得更窄，然后萤幕向外推一点。那我们先前所传输的20瓦充电器就可能会配置给 iPad Air 的2020版本，有可能看到它的充电孔改为 USB-C， 就跟它的 iPad Pro 是一样的。那目前还不确定说会不会保留 Touch ID， 还是说会升级到 Face ID。预期的上市日期也是大概9月，很有可能就是跟 iPhone 12在差不多的时候出来，或者是在发表会上一同推出来，或者很有可能就是无预警的突然上架。iPad mini 的话升级到8.5寸，那它的萤幕设计也是一样，整体设计改变会向外推。现在的预期是到明年初第一、第二季才会上市，所以目前很多硬体方面也还没有定案。当然，在其他规格方面还没有很确定，那我们就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讲吧。OK， 那我个人对这个产品其实兴趣不是很大，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人在等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回顾今天的问题。第一个就是你们会不会愿意买初代的苹果自家设计 CPU 的 Mac， 还是说你们宁可买末代 Intel 的 Mac？ 因为可能在资源上面啊，我觉得可能前1-2年整体资源上绝对会比苹果自家设计 CPU 的 Mac 还要广。因为我们就先考虑到市面上的机型还有使用者的比例，很多软体开发者可能还是会比较针对着重于在 Intel Mac 上面的软体优化。可是我相信这样的现象可能在2年之后会慢慢翻转过来。好，第二个问题那就是 iPad Air，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在等这个产品，因为他们下次说他们价格是预定在$500左右。以我个人的话，我觉得这样的价差跟 iPad Pro 也是11寸的比较起来，大概$300。我个人还是比较会偏向直接上 iPad Pro， 有对 Apple Pencil 2的支援，使用上的广度也会比较大。现在还没有人很需要 iPad Air， 或是有在等这个产品。好，那今天的快报大致上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。